关羽，字云长，山西运城人，是三国时期蜀汉大将。《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羽的事迹描述并不多，只有1000多字。陈寿形容关羽为万人敌，而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则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关羽关云长。在他笔下，关羽身长9尺，髯长2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千百年来，经过无数人的口口相传与白纸黑字，关羽成为了忠勇仁义的象征，寻常百姓无不知晓。同时，关羽也成为了被造像最多的中国历史人物。1724年，大清雍正2年9月，河南古镇奢旗店的数十家商号掌柜们齐聚关帝庙，他们要在这里商讨一件大事。这件事关系到所有商家的声誉。起因是这一年，有人以大小不一的等秤弄虚作假，坑害买主，谋取不义之财。于是，掌柜们在关帝像前公议校准等秤，以求公平买卖。他们约定，如再有坑害百姓者，就要他自掏银两，请来戏班为全镇的人演戏3天，即罚戏3天。如有不遵，则秉官追究。就在这次聚会的20多年后，由山西和陕西两地商人发起，奢旗店关帝庙被扩建为山陕会馆。扩建工程共历时136年，于光绪18年才全部竣工，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山陕会馆。有清一代，晋商的票号严查生意遍布全国。出门在外，他们把同乡关羽视作经商的保护神和财神，因此，大多数会馆就成为晋商办理商贸事务、接待同乡的场所，也是祭奉关公、祈求庇佑的关庙。如此一来，这位义薄云天的历史人物，从神勇盖世的武将转化身份，成为晋商与其他商帮高度认可的以义治利、义中求财的商品交易道德楷模。商帮的推助在民间也得到响应，那就是奉关公为财神。中国人最早敬奉的财神不是关羽，有范蠡、什么赵公明这一类的人。中国人把他奉为财神的目的，是想取一个诚信。在生意场呢，中国传统的一个训诫叫义内求财。
生财有道，义内求财，也强调一个义字。于是人们也就把关羽呢，因重义重情，奉为财神。山西运城关帝庙是为关帝庙祖庙，正殿的上方为康熙御笔一柄乾坤，在关帝庙的后宫为春秋楼，里面有关羽夜读春秋的塑像。羽号左氏传，讽诵略接上口。关羽喜好读《春秋左氏传》，这是《史记·江表传》中的记载。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元曲当中就有关公秉烛达旦夜读春秋的场景。明清以后，春秋楼就成为很多关帝庙中必不可少的主题建筑。那么，为什么这些关帝庙里都会有一座春秋楼或者春秋殿，而且里面一定供奉着关公读春秋的坐像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春秋》呢，是先秦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经过孔子之手删削而定，表达了孔子的一些政治理想。孟子就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这部书呢，可以看作是一部以史载道的著作。但是呢，《春秋》这本书呢，文章极其精炼，语言呢特别简洁，很难看得懂。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些解释和补充类的书籍，被称为传。著名的有《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我们现在称之为《春秋三传》。洛阳关林是关羽首级的安放处。关林的大门写着4个大字：忠义仁勇。1000多年来，三国时期的武将关羽早已成为义的化身，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依然络绎不绝地来祭拜他。什么是义？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治。”义是君子最崇高的品质，也是君子的精神生命。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礼是形式，而义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义的实质就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正义原则。关羽被儒家推崇为圣人，就是要彰显他的千秋大义。所以，夜读春秋这个形象成为了一个符号，表明关羽的义符合儒家思想最崇高的价值目标。对于义的高度认知与强化，在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中有着充分体现。小说中，刘关张3人相识的第2天，就来到桃园结拜为兄弟。从那一刻起，一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名言，就被后世作为情深意广的至高概括流传至今。在承寿的《三国志》里面，却并没有刘关张3人举行结拜、举行结义的这样一个形式，只是说他们3人关系很好，恩若兄弟。当明代的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就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当城市平民、城市工人。中国人维系感情的东西主要是什么？血缘亲情。兄弟就是一种血缘和亲情。
所以说结拜为兄弟，就找到一种维系的纽带。所以到了明朝，那个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啊，就受到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的影响。河北涿州市楼桑村的三义宫，始建于隋代。明朝正德3年，武宗皇帝朱厚照亲自玺书，下令重修庙宇。庙中9龙底座的石碑上，记载了刘关张在此地结义之事。此碑文由大学士焦芳撰文，大中大夫周惠筹书写，太子太师张茂篆刻，可见当朝重视程度之高。一聚而誓共死之盟，始始于此，更是坐实了结拜义举。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历经数百年的传颂，早已是妇孺皆知，并且深入人心。很多人都被那句“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深深震撼，并把它视为结义核心，由此引发众多江湖之人的纷纷仿效。小说的作者罗贯中通过刘关张之口，在那段著名的结义誓词中说：“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罗贯中采用陈旧的江湖结拜方式，把宋元时期通俗文艺所宣扬的草莽义气，赋予了全新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忠义。南宋开始，一到南宋以后，这个无论是这个小说还戏剧各种形式的这个关羽的形象，就开始更为明显的跟忠义这个价值观相挂钩。之前其实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就从南宋开始特别强调这个，这跟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势实际上是相关联的。所以说呢，后来呢，关羽就越来越这个成为一个就是中国人忠义观当中的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人物，或者说他是中国忠义观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影响巨大，以至于民间以桃园结义为榜样的效仿者不计其数，就连统治者也参与其中。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非常喜欢阅读《三国演义》。1639年，皇太极下令翻译《三国演义》。10年后的顺治7年，满文《三国演义》最终完成。据史料记载，清顺治皇帝就与蒙古各部首领结为兄弟，并以刘备自诩。他把蒙古诸汗誉为关羽。史家认为，清人施政的200余年间，蒙古各部能安居北疆，不能不说与统治者利用结义所推行的绥靖政策有关。在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了刘备兵败徐州，关羽被曹操擒获。紧接着在官渡之战中，关羽建立奇功，于是曹操上表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然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却封京挂印，留书拜辞曹操去寻找刘备。
这段历史记载不足300字，罗贯中却在他的小说中用了4个章回的篇幅，将关羽忠于兄弟之义、君臣之义，以及降汉不降曹的正统之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4个章回的故事可以概括为：辞曹归刘，秉烛达旦，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灞桥挑袍，过5关斩6将，斩蔡阳古城据守。这些故事个个精彩绝伦，对塑造关羽的品德人格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通过一连串极具道德倾向的故事情节，罗贯中将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忠和挂印封金的义渲染得异常充分。特别是当关羽为了心中的一个义字而千里走单骑，最终找到兄长刘备的那一刻，一个忠义神勇、义薄云天的关云长，就已经在世人心中扎下了根。从小说的宣扬里面，把义的东西提高了很高的层面了。再就是把忠的东西，在我们看一部小说里面就宣扬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忠是第一的，在忠的旗号下就是义是第二的，义是第二的。我们看看，加上他的勇，加上他的仁慈，你看他那个把不是曹操杀了在华容道上啊，截杀曹操的时候，最后把他放了，哎，也表现他的仁和义，当然也讲了他的承诺、信、守信。这是最典型的一场。小说中，孙刘联军火烧赤壁，曹操狼狈不堪，败走华容道。不料，迎面又被关羽率领的军队所劫，曹军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无奈之下，曹操只好上前求情。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关云长答道：“昔日关某虽蒙丞相救恩，然以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关羽没有办法，内心很纠结，因为关羽是拼着性命，放了曹操，他就必须回去挨刀；不放曹操，他将来留下一个坏名声。关羽不讲义气，所以在名和生命2点之间，关羽反复的权衡，最后决定宁可死了，也要留下自己的名声，义的名声。华容道上，关羽终于放走了曹操，那个曾经的恩人和知己。尽管做出这样的抉择无比艰难，在孙刘联军奋勇击曹的赤壁大战中，只有关羽犯下的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他放走了敌人。罗贯中在此把具有普遍人性的儒家传统美德赋予了关羽。在敌对2大阵营的血腥搏杀中，在整个战局处于关键时刻，关羽却毅然把个人的知遇之情置于集团的利益之上，宁可背弃军令，也绝不背叛
自己内心恩高义广的道德原则，而关羽舍生取义的抉择，又无可阻挡地迸发出具有高度人性的精彩和光辉。在此时，宽容代替了赶尽杀绝。关羽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利益、矛盾和仇恨。正所谓，拼将一死仇之己，致令天下仰一名。所以关羽的义，统治者欢迎的忠君大义，江湖上欢迎的桃园情谊，个人老百姓欢迎的个人恩义，这三个东西指向一个义，包含三个层面，体现了关羽的人格理想。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一种人格理想的追求。所以关羽首先是个人格的关羽，是一个道德的关羽。1760年，有地方官员上奏乾隆皇帝，他说关羽死后的谥号壮缪侯与关羽的功德不符，请乾隆皇帝改谥为神勇。壮缪侯是关羽死后后主刘禅追谥的，武而不遂，死于原野，曰壮，名与时爽，曰缪。壮缪不是美事，所以1500多年后还有人提出改谥的请求。公元1768年，乾隆谕旨，凡官修关帝庙及祭祀典籍中，一律将壮缪改为神勇。又过了8年，乾隆再次降旨，指斥陈寿因其父被诸葛亮处罚，故撰写《三国志》时多存私谏，以至于关羽谥号被正史沿用，而这个谥号隐喻积贫，不能令其流传后世。他要求将正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所有的关帝谥号全部改为忠义，用垂永远。谥号是由当朝的朝廷来给予颁布，要记载到历史书上去的，写入那个史馆。那么在历史上那个谥号定了以后，就是我们常说叫盖棺论定，一字定终身，是不能够再去改呢。北宋以后，关羽的谥号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到清代的时候慢慢在变。他一开始由侯到公到王到君到帝，这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尤其到清代的时候，更赐予了26个字的这种封号。历史上，关羽首先是以勇武著称。在官渡大战双方焦灼时刻，被曹操委派解白马之围，他瞬间就将颜良刺于马下，万马军中如入无人之境。有人说关羽万人之敌，也有人说他勇冠三军。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关羽的评价是：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唯是虎臣。从史料来看，关羽骁勇善战，万人之敌是当时魏蜀吴三方都极为流行的看法。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这样评价关羽：关羽这个人本领是有本领的，你留心把《三国志》看，自刘备用兵以来，不分兵则已，唐使分兵总是自己带一支，关羽带一支的，
可见他有独当一面的才略。他还分析到，北方人是不习水战的，赤壁之战，曹操尚以此致败，而关羽一到荆州就能带水军，亦可见其确有本领。据史书记载，公元219年，独当一面的关羽向曹军据守的樊城发起攻击，试图打开通往许都的门户。他围困曹仁，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3万曹军成为他的俘虏。曹操对此十分畏惧，甚至考虑迁都以避关羽锋芒。这时的关羽威震华夏，声名如日中天。小说中有关关羽刮骨疗毒的情节，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罗贯中只是将医生的角色换成了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并且通过华佗之口，将强忍刮骨之痛，还能泰然自若、把酒一齐的关羽誉为天神。华佗说：“某唯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关羽的神勇不仅在三国时期流传甚广，两晋南北朝之际，关羽几乎就成了勇武的代名词。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念二史札记》中总结道：“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他的威名不仅使同时代的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振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随着时代演进，关羽这位中古时代的战将，逐渐成为义和勇的化身。唐朝的诗人赞颂说：“将军秉天资，义勇冠金溪，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3次追封关羽，最终将义勇武安王的桂冠戴在关羽的头上。尽管这样，距离关羽最终成为神圣的时光，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公元219年，当关羽在樊城与曹军鏖战之际，东吴的孙权派大都督吕蒙偷渡长江，一举攻占了关羽的大本营江陵。此时的关羽腹背受敌，最后败走麦城，被吴军俘获，死于湖北当阳。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道：“关公亡年58岁。”没有哪一本史书记载了关羽的最后时刻。没有援军，英雄末路。此时的关羽唯有仰天长叹，连威震八方的青龙偃月刀也失去了往日光环。孙权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于河南洛阳，即关林。同时，孙权则将关羽身躯
以诸侯礼安葬于湖北当阳，即关陵。因此，民间也称关羽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故里即是山西运城亥州关帝祖庙。关羽去世后，荆州大部被孙权占据，蜀汉不仅丧失了土地和人口，就连诸葛亮跨有荆州益州的战略也化为乌有。痛失荆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羽傲慢自大、缺乏大局观念的自身缺陷，也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陈寿认为，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礼数之常也。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一位战败丧命的将军，最终却走上神坛，成为享尽九州烟火的关帝。极度荣光不仅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诸多史家对此疑惑不解。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贺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说道：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的判断、侧位警备也全部马虎，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以这样的记载，出自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视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清代史学家赵翼在《甘于从考》中也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凡人之末而为神，大概出没之数百年，则灵柱显赫，久则见替。唯独关羽，唐宋之前历代都没有祭祀，而到如今，南到灵表，北到塞外，祭祀关羽的香火旺盛到要与天地同不朽。难道连鬼神的兴衰都有定数不成？说到那个关公啊，我觉得一个不能够以成败论英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不要把我们的一些英雄人物呢，一定要当作很完美的人。其实英雄人物，我觉得有时候有残缺美，甚至还有缺点和错误。这个在古希腊的那个神话里面呢，那几乎每个神都有很多毛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点的以成败论英雄，一个人成功了，大家都说他好；一个人失败了，说那个家伙我早就看他不顺眼，总有一天要栽跟头，果然不行，是吧？比比皆是。但是关羽的形象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没有以成败论英雄。众所周知，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并没有刻意回避关羽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性格缺陷。不过，罗贯中暗含深意的是，在关羽与东吴的冲突中加入了强烈的道德评判。正如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评价的那样，东吴背盟失意在先，关公用阳而吕蒙用阴在后，才导致了荆州之失。这样一来，
关羽首先占据了道德高度，再加上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关羽虽败犹荣的结论自然顺理成章。应该说，罗贯中从纷繁的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有效地抗衡甚至替代了成王败寇的世俗功利判断。其结果是关羽得以不朽。最后，罗贯中不仅虚构了玉泉山关公险胜，还让他的魂魄追索吕蒙的性命，惊倒了曹操。关羽也由此走上了封神成圣之路。关羽由人而神的历史错综复杂。有说法是公元592年，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颐法师回到家乡荆州，他在玉泉山建寺，并为关羽的亡灵受菩萨戒。关羽从此进入佛门，成为佛家弟子。100多年后，禅宗的神秀大师也来到玉泉山修建佛寺，他请出关羽做了护法伽蓝神。就这样，成为佛教护法神的关羽开始深入社会生活，他护法显圣的故事也开始大量出现，关羽也由此开始了从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作为本土宗教，道教也是不甘落人后。宋代流行一则关公战蚩尤的民间传说，大意是关羽的家乡山西亥州盐池不明缘由的大幅减产。虚静真人对宋徽宗说，这是蚩尤神作怪所致。徽宗问说，谁能胜之？虚静真人答曰，关羽可以，我已经让他去做了。不久，盐池水平如镜，盐业丰收。本就崇信道教的徽宗，于是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又一位狂热信奉道教的皇帝明神宗，又封关羽为挟天大帝，并在此以后逐年加封。到了万历42年，关羽的封号已经成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是吧？也不仅仅是宗教促进了这个关羽由人到神的这种转化。是因为事先他的这种知名度，是吧？他已经在中国的民间获得了广泛的信仰，所以说他需要去让关羽进到寺庙里边，进到道观里边。当然，反过来也促进了关羽在中国的这个民间信仰，它的越来越突出的这种状态。关羽第一次堂堂正正坐在属于自己的庙堂之上，得力于宋徽宗的不懈努力。他在20多年间，先后追封关羽为忠惠公、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在唐朝，武庙里供奉的主神为姜太公，关羽只是配享的64将之一。宋真宗时，以关羽为主祀的关圣庙出现。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于洪武27年在南京建武庙，
姜太公被请出武庙，取而代之的关庙，成为京师9庙之一。清康熙4年，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雍正8年，追封关羽为武圣，以关羽为主祀的武庙及关帝庙与孔子的文庙并列。至此，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汉封侯，宋称王，明封大帝。中国古代仁义礼智信的代表人物关羽，在死后的1000年里，精神获得了重生。那么在这些杂乱的民间信仰里边的，关羽是脱颖而出的一个，他的脱颖而出是被上上下下都能接受的，是吧？他不是一种怪力乱神类的那种神，是一个被全社会所公认的一个神，一种崇拜，一种信仰，是吧？所以在这点上，关羽无论他将来变成什么，都有可能。关羽故乡的郓城亥州关帝庙，始建于隋朝，宋明时期曾扩建和重修，总面积22万平方米，共有房舍200多间，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道教建筑群和武庙，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来到这里，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3座庙门，中门是专供帝王进出的至门，东面是文职官员行走的文经门，西侧是武官通行的武尾门。由此可见其建筑规格之高。庙内悬挂的各类人等进献的匾额，更是不计其数。清康熙皇帝御笔一柄乾坤，乾隆皇帝钦定神勇，咸丰皇帝御书万世人吉。100年来，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人们争相称颂，不吝敬仰赞美之词。这般待遇，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无人能出其右。难怪有后人说，做人能做到关老爷这样，也是不枉此生。明代文人徐渭曾对遍布神州的关帝庙有过描述。他说，蜀汉前将军关羽的神和孔子的道，两者并行于天下。但是祭祀孔子的文庙只在州县而已，而关庙却是上至都城，下到村落，即便只有几户人家，也有人塑像进香，真是盛况空前。这时的关羽已经成为万能的神灵，除去军人、武师奉他为神之外，就连描金业、烟业、香烛业、教育业等等与之毫不相干的行业，也纷纷推崇关羽。在明代长城的主要隘口，都建有一座关帝庙。将士出征，有关帝目送；得胜归来，有关帝迎接。在这座古老的建筑里，至今保存着3块清代石碑。其中，在这块清乾隆50年立下的石碑上，
刻有当年全镇商行同业共同确立的18条有关恪守商业道德操守的规约。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把发誓的地点选择在关帝庙里，在关公那双透露出威严与锐利的目光注视下，见证与审视他们的言行。碑文中说：“人心不古，规矩渐没；行商作古，胆战心寒。因此聚集同行，以诚为本，公义归诚。这18条规约当人人遵守，主客两便，利人利己。”